千万不要找名媛当女友，你知道他们名媛圈究竟有多乱吗？今天我就引申入局，看看他们拼团拍照吊凯子时到底有多刺激。你在朋友圈看到这种名媛照片，我敢说兄弟们都招架不住了。出行都是湾流的私人飞机，标准的富婆名媛人设，是不是想娶了她？别急，我们先来看细节。一就是上稳锁的轮胎，就我发现这帮媛只要是做湾流，那必须是上稳锁的。正常的你们都不做是吧？不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围栏护驾是吧？就大小姐驾到，禁止闲散人员靠近吗？再看机舱内，永远不变的拼夕夕爱马仕抱枕，5亿的飞机就用个破床单来当桌布，屏幕的时间2020年，我靠，你是穿越了吗？再来看侧面，不是你喝黑桃 A 用咖啡杯，确实很有品味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真言。提到名媛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华丽的礼服、高档的餐厅以及价格不菲的下午茶。他们发到社交平台上的生活照看起来光鲜亮丽，让人羡慕不已。也正因如此，在中国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名媛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自身收入并不匹配，却刻意营造出一种精致的形象。他们出入高档场所，使用动辄上千元的护肤品，背着奢侈品牌的包包，似乎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。他们将这些内容频繁展示在微信朋友圈中，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与羡慕。然而，这种精致人设很快就被揭穿了。事情起源于一篇为“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”的网文。作者称自己花费500元潜入一个所谓的上海名媛群，由此窥见了另一种魔都生活。在这个名媛群体，运作方式更像是高配版的拼多多。群成员通过拼单作用各种高档消费项目，从而营造出一种体面生活的假象。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展示的那些精致生活，背后其实是一场大型拼单秀。从精致下午茶到5星级酒店套房，从豪车到奢侈品包袋，几乎什么都可以拼单。例如15个人每人200块就可以到豪华酒店轮番拍名媛照，6个人每人85块就可以到丽思卡尔顿酒店喝下午茶，40人每人125块就可以到宝格丽酒店拍照。然后他们把这些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，加上酒店定位，并且配文经济独立就是爽。那些走在南京西路上的所谓名媛，他们背的包可能是租来的爱马仕凯利23，4个人平分一下，每人只要350块，60个姐妹每人100块，可以拼团开法拉利，最差也要开保时捷。这些假名媛通过拼单包装自己，月入3000却活成了3万的样子。有些是为了钓到金龟婿，有些则是为了博取流量，为之后的直播带货铺路。这些假名媛有时也会翻车。有一次，他们拼单购买一双价值1800元的名牌丝袜，由63位成员共同分担费用，每人只需28元，然后轮流穿着拍照。没想到在轮流使用之后，其中很多人感染了脚气。最近上海名媛翻车了，这次是拼一双巴黎世家的丝袜，1800一双，63人合拼啊！其中一位名媛小姐姐一脱鞋，脚太臭了，后来被人发现有脚气，造成32人感染，还导致后续排队的小姐姐没排上照。事情发生之后，被名媛群主曝光，大家强烈谴责这位小姐姐没有职业道德，还要彻底封杀这位有脚气的名媛。想不到还有这种操作啊！拼酒店、拼豪车、拼包包、拼地毯，就连丝袜都可以拿来拼啊！另外一波名媛25人拼了一瓶拉菲，只为拍照发朋友圈，结果在他们把酒退回商家的时候，却被商家告知酒帽受损，需赔付5000元。为什么一个普通的酒帽比你的月薪还高？拉菲的酒帽摸上去光滑细腻有质感，而且酒帽顶部的拉菲标记还使用了浮雕工艺，酒帽上烫印的拉菲酒庄图片质感十足。最重要的是，每一瓶拉菲在自己的酒帽上都有独立编码，就是拉菲的身份证。你把人家的身份证都玩丢了，让你赔5000，还算多吗？今天上午我还是45岁的住家保姆，但是到了下午我就变成了25岁的人间富贵花。头上是劳斯莱斯的星空顶，后备箱的奢侈品比别人车上的矿泉水还多。只用了4个小时，就完成了人生的2级反转。不是因为我穿越了，
21位，我花了1888给自己买了8个小时的白道豪门千金体验券。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，曾经依赖高速消费维持形象的假名媛开始出现消费降级。中国经济下行，不仅假名媛开始消费降级，舔狗经济也面临瓦解。舔狗经济是指男性为了讨好女性，不断单方面投入金钱与精力的模式。过去，这种男性过度的付出，甚至被包装成浪漫必需品，被商家大肆利用。名牌包、鲜花、香水，仿佛爱一个就得不停刷卡才算是真心。然而，这套叙事正在迅速瓦解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，某电商平台男性为女性购买礼品的订单量同比下降48%，1000元以上的礼品更是减少了60%以上。与此同时，男性自用商品如钓鱼装备、游戏机等销量暴涨120%，婚恋市场同样在降温。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只有683万对，创下40年新低。相亲平台的统计显示，76%的男性拒绝承担恋爱中的高额消费，他们表示宁愿单着也不愿当接盘侠。我是一个40岁的光棍，打工10年存了51万吃利息，坚决一辈子不交朋友，不谈恋爱，没有任何的人情世故。只要我不谈恋爱，就不会被捞女骗钱。有些女人，我就说有些女人啊，有些女人就像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你对她掏心掏肺再好，她也不会把你当回事。我有钱自己花，有酒自己喝，有肉自己吃啊！捞女见到我都要瑟瑟发抖。所以你2个包加在一起的话是8万3，你确定好了我就给你打包。那你帮我付一下钱呗。但我们不是今天才见面吗？因为第一次见面，没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啊！你不会2个包都买不起吧？话是那么说，但是你要想跟我结婚，你给我买2个包不是应该的吗？把这2个给我包起来。小姐姐，我们店里不缺货，这正常都有货的。要不行的话，你加我个微信，我给你把包留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过来再拿。我加你微信干嘛？你真的是搞笑，我又不是买不起。男生觉得那2个包太贵了，可女生却坚持说一点也不贵，随即气呼呼地转身离开。男生站在原地，一脸无奈地看着他走远。真的一直在花你钱，然后跟你又没有进展的女孩子还是别接触了。刚刚有个96年帅哥，他把他的手机记录给我看，他跟个女孩子前后聊了3个月，花了他差不多5000块钱，几乎每天隔天就会叫他帮代付或者买点啥东西。哎，他觉得可能那女孩子在考验他，然后他就很大方的付了款，但是关系就一直没有进展。然后我就告诉他40止损，真的这种就是纯来捞你的，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？今天呢，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辨别捞女，并且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女呢就是喜欢捞人，她们会让你一头栽进去，然后从你身上捞取好处。这些捞女呢可不会对你真心实意的，她们心里根本没有把你当回事儿。有些女生呢很会装纯情，让你忍不住的想要保护她，或者呢制造一些不幸的遭遇，让你拼命对她好。她们利用你的善良和同情心，只要你上了她们的当，那就完蛋了，走上了不归路。有些女生啊会注意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，但是呢却直指目标，上了车就指导你去店里，比谁都熟悉那条路，还和店员亲切的打招呼。你可以让他多买一点，但是呢，等到付钱的时候一定要拒绝。他们和商家有合作关系。你说现在都是咋了？如果说一个女生她问你去要那种 LV 啊、香奈儿啊、要房要车，你说她物质捞金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但她要是只想要点什么车厘子啊、草莓啊、榴莲啊、小蛋糕啊，或者那种拉布布啊、泡泡玛特这些小玩意儿，就图个小惊喜、小陪伴，你还磨磨蹭蹭舍不得付出，那我就得说道了啊！各位男生，你这个时候你先别找别的理由，你先想想自己的问题，连这点小钱、这点小心思都不愿意花，是不是态度有问题？哪有人谈恋爱1分钱不投入的？博主说，别老拿男女平等当借口，这种话听起来挺高大上的。如果你非要死磕这种所谓的平等，那就别耽误人家姑娘了，把机会留给愿意真心付出的正常男人吧。就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必须要分清楚这个男人到底是在对你好、对你付出，还是说他只在满足自己的需求。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男人他带你去吃饭、约会、消费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从女性的视角来看，你会觉得他大方、对你好。但是站在男性的视角中，他之所以愿意花这个钱，是因为他也在吃，并且他在吃饭这个过程中，身边还有一个合眼缘的女人能陪着他，还能得到情绪的满足。博主表示，有些男人下班后感到无聊，需要有人聊天来缓解孤独。
或者周末不想宅在家里，想找个人一起出去。这时候女友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心理上的需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往往是很乐意花钱的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直接的受益者。再比如，他带你去旅游，承担机票、酒店以及各种吃喝费用，你可能会觉得他很大方，但真相可能是他之所以愿意带你去旅游，是因为他自己想出去玩，在这件事情里他才是主体，而你只是被顺带邀请的人。一路上有美女相伴，轻松惬意，他自然会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。博主提醒姐妹们，不要因为男人为你花了钱，带你做了什么，就轻易认为他是在对你好，为你付出。很多时候，这些行为更多是在满足他自己的需求，你得到的只是他顺手给的那一部分。如果你谈过那些抠门男的话，你就能在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特质，比如说出去吃饭，他永远都是团购，遇到过节过生日，他是能躲就躲过去。如果我们直接问他的话，他要么就是直接后撤搞断联，要么就是大大方方的说啊，女孩子不应该这么物质的。可问题是他条件不差呀，他对自己不抠啊，却在我们身上百般的算计。其实我想说一个真相，博主表示，男生的抠门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钱，而是因为他在内心里并没有把这个女生纳入自己的未来规划，觉得对方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如果女生遇到以下两种类型的男人，他建议应该及时止损。第一种是喜欢向女生哭穷的男人，他们往往通过强调自己经济压力大，来降低女生对自己的期待，也为自己的不付出寻找理由。第二种是对自己很大方，却对女生格外抠门的男人，尤其是那些条件并不差的人，对自己的吃穿用度十分舍得，却在女生身上处处计较，这种态度往往更值得警惕。为什么现在男生追女生都不愿意花钱了？首先，追女生的开销是越来越夸张了，给女生发个低于520块钱的红包，男生会被笑话的。而且呢，追到手以后，维系的成本也很高。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啊，一个月也就挣几千块钱，抛去日常开销，他其实可支配的钱没有多少了。那一旦要考虑未来买房、买车、给彩礼，那真是没多少钱可以花了。其次，花钱是得不到回报的。那以前女生啊，她不喜欢你，会拒绝你的付出，那现在可就不一样了。收礼物啊，又不代表同意这种单方面的付出，换谁也不愿意呀。捞女的经典话术就是带着你去逛街、逛商场，让你给她买包包、买车、买衣服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你不买就是不爱她了。而且有很多奢侈影片，这些捞女都是提前踩好点的，然后告诉你拿着这个包包就不肯放下来，一个狐狸一样的眼神就那样看着你，你不买都不行。然后买完以后的话，他就直接会说我很累，我要回家了，他都不愿意陪你，就把你当成一个自动提款机。博主说，兄弟们别再傻了，要是你身边有这种女孩，最好尽早远离，甚至直接拉黑。这些捞女的套路无非就是先让你花钱投入感情，等把你掏空了就立马把你甩开。一个男的他不舍得给你花钱，你要知道这是有多严重吗？这根本都不是抠门那么简单，这背后暴露出来的真相比你想象中的要扎心的多。在亲密关系里，男人非常清楚知道自己需不需要付出，他不是不懂，他是不想。在男人的世界里面，钱从来都不只是钱，钱代表的是重视，是忠诚，是优先级。一个男人愿意把有限的资源投到你身上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把你放进他的未来规划里面了，这是一种真诚，也是一种长期投资。有的男人对女友很冷淡，不愿意给对方花钱，但也不提分手。遇到这样的男友，女生该怎么办呢？这位博主建议，女方不妨果断放弃这段关系，及时止损，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人。男人不愿意付出，只有两种可能性啊。第一种是他自己真的没有，你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男人，那你就要学会自洽，你就不要在他身上投入任何东西了。那么第二种就是说他有，但是他不愿意给你，给像这种的，你直接沉默就好了。他不给你，你也别给他呀。你不搭理他不就完了吗？你差他这一个吗？你去聊下一个，去搭讪，去找新的目标，去打扮，去健身，你忙都忙死了，你还有空去搭理他吗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